5月23号，也就是上周五晚上啊，观察者网有一个报道，它的标题是前所未有，韩国首尔现滚回中国反华抗议。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尹锡悦被罢免了，那么韩国呢要在6月3号举行新一届的选举。这个时候呢，它国内仇视中国人的行为愈演愈烈，有政治言论的歧视，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仇恨的言论，还有街头呢有直接的骚扰。那么观察者网的报道里提到呢，说遭遇弹劾呀，尹锡悦及其所属的国民力量党是韩国的执政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亲美的极右翼派系，为了在大选前凝聚民心，利用和煽动反华言论，中国成了韩国政坛的政治出气筒。那么韩国主流社交平台上呢，谴责中国威胁，嘲笑中国游客脏啊，这些帖子疯传，而且呢是用种族主义的绰号来形容中国人。观察者网的报道还提到呢，说有调查显示，2015年有61%的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到2022年已经是81%了，这个数字很恐怖。我估计可能和他调查的样本数量有关系，因为超过80%的国民对邻国有负面看法，这很难想象。那么怎么看这个事儿？会有外交专家、中韩关系专家呢，从韩国政治、从中韩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事儿还是应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一看，因为尹锡悦集团呢注定要覆灭，这个事儿的影响呢不仅仅限于他们所操纵煽动的韩国仇华的情绪。咱们网友经常自嘲说我们都是草根，好像无足轻重，其实不是。你知道网友的观点啊，甚至是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因为这是民意的代表。你看印度啊，为什么在印巴冲突吃了亏之后，在全国大肆宣传说印军打赢了，还向世界呢派出了宣讲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印度的国民知道花巨资买的阵风战斗机被打掉好几架，印度民众是很难接受的，莫迪政府将会面临巨大的麻烦。所以呢，印度要宣讲他们打赢了。所以呢，你像韩国的尹锡悦集团要把中国当作政治出气筒。比如啊，根据观察者网这个报道说，今年1月份的庭审会上，尹锡悦方面捏造炒作所谓的中国介入韩国选举，他们公然发布谣言说戒严当天驻韩美军抓了99个中国间谍，并且押到了驻日美军基地。驻韩美军立即就否认了，没有的事儿。这些都是尹锡悦集团操控舆论、操控民意、转嫁矛盾，他们进行的是现代的心理战和意识干预，充分利用信息科学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成果，融合大数据、人文科学、生物技术等等交叉学科，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体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对他们的认知、情绪、意识进行干预，达到军事目的。这是现代心理战和意识干预。那么韩国尹锡悦集团他们的这个反华操作，印度的这个战胜宣传都有这个影子。因为我是军刊出身，最近几年呢一直在新媒体一线，所以我的体会比较深刻。那么中国目前正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内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问题，那么这些很有可能被境外的势力所利用。我以前说过，比如说针对某个特定地区的攻击，你像对东北、对北京、对河南、对山东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样，这些大家都看到过。或者说针对某个少数民族的攻击，比如假借对清朝的批判掀起对满族的攻击，假借某些事件掀起少数民族地区对汉族的攻击。你再比如说针对婚姻矛盾、这个单身问题、相亲事件，挑动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等等，这些呢平常啊网友会有争论，那不在我这个讨论之列。我说的是在特定时期，这些矛盾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那么这些呢是应该引起国家关注的。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说自媒体平台的算法，这个看似和国家安全无关紧要，但是一旦这些相关职位被渗透、被利用，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帮助对手实施对中国某些人群的认知和意识的干预，这个后果其实是挺严重的，而且是很隐蔽的，而且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现代的心理战和意识干预，它的影响啊，远远超过尹锡悦集团那点兴风作浪。这个呢，也值得国家和广大网友了解并关注。